敢不敢打赌这句话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应该常常听到吧，偶尔和朋友打个赌，输的请客吃个饭什么的，其实都无伤大雅。那你们最疯狂的一次打赌的赌注是什么呢？可以在弹幕里面讨论一下。但是我相信大家在认知范围内的一些赌局，恐怕在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传奇赌徒面前都只能算是弟弟。无论有多么的疯狂，这个人都是能为赌注而赢下赌局，而且不惜一切代价。1977年，一个名叫布莱恩·泽比克的男人与朋友在餐厅聚会。当谈到女性隆胸的话题时，其他人都认为，为了吸引男性目光而去植入假体胸部，这一做法太疯狂了。但是布莱恩并不这么想，他觉得隆胸只是小事一桩，后果根本不严重。如果自己能和女人一样有胸部的话，肯定会更有魅力。然而，当时在饭局中恰好有个朋友也是个爱打赌的人，于是他听到布莱恩的言论后承诺，只要布莱恩去做隆胸手术，并且能够维持1年，他就支付10万美元。不仅如此，接下来的时间里面，假体多放1年，他就会多支付1万美元。怎么样？这个赌局换作视频前的你能接受吗？恐怕正常的人都会一笑了之。一个大男人为了打赌去隆胸，这不是在开国际玩笑吗？然而布莱恩竟然满口答应，因为他是个疯狂的赌徒，只要他感兴趣的就会认真对待每个赌局，即使是隆胸这么荒谬的事情。其实布莱恩的本质是个魔术师，但他的魔术事业没有让他大放异彩，反而是因为自己疯狂的赌局而出了名。如果就这样乖乖去付钱隆胸，那就不是布莱恩的风格了。他不想支付高昂的手术费用，于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他找到了一个愿意给男性做隆胸手术的整形医生。重点来了，这个医生也是个赌徒。于是他们赌一盘棋的输赢，赌注是5000美元。如果布莱恩赢了，那医生就得免费给他做手术。最后果然是布莱恩胜出。当他从手术台上醒来后，终于拥有了一对 C 罩杯的乳房，离他10万美元的赌注又近了一步。1年过去了，布莱恩真的坚持了下来，那位朋友也信守承诺，支付了10万美元的赌额。随后这一事件惊动了各大媒体，纷纷赶着要采访这个因隆胸而赢得10万美元的男人，所以布莱恩一下子就出名了。然而他总是让人出其不意，就在所有人以为布莱恩要迫不及待地取出乳房假体的时候，事情又出现了反转。布莱恩拒绝取出假体，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拥有一对 C 罩杯乳房的存在了。就这样，布莱恩还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安妮塔。在恋爱期间，他没有透露任何关于这个赌注的故事。根据安妮塔的回忆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，布莱恩都拒绝拥抱之类的亲密动作，借口说自己怕痒之类的。也不知道安妮塔为什么一开始没看出来，可能没往那方面想吧。确实，就算觉得奇怪，他也会觉得只是变胖了。谁能联想到这个男人是做了隆胸手术呢？所以当安妮塔无意间看了一本关于疯狂赌注的故事，里面赫然写着自己老公的大名，她的胸部之谜也就不攻自破了。没想到安妮塔惊讶过后，表示自己能够接受，愿意与这个胸部比自己还大的男人继续走下去。几乎所有旁观者都感到很奇怪，但当事人觉得 OK， 那就无话可说了。而且布莱恩还很得意，因为这并没有影响他们正常的夫妻生活。我只能说，这真的太奇葩了。布莱恩能为了赌注而去隆胸，那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呢？可别忘了，他可是个臭名昭著的赌徒。布莱恩曾经透露过，自从痴迷于打赌之后，自己变得越来越懒，总是想着不劳而获。在1990年，他在纽约第59大桥下面和流浪汉一起过夜，当然也是因为赌注。要求是布莱恩腿上绑着1万美元，最后他安全过夜，并获得了5000美元。这还不是最奇怪的，有一次，布莱恩要在厕所里面待上1个礼拜，赌注为14000美元。后来跟他打赌的人眼看布莱恩真的能做到了，于是早早支付了7000美元，毕竟投降输一半嘛。还有一次，布莱恩是在一场乒乓球比赛当中与著名的扑克选手道尔·布伦森对打，他又获胜了，得到了14000美元。除此之外，布莱恩还尝试过带着2万美元在纽约中央公园过夜，他还在箱子里面住过1个星期，又赢了25000美元。这是要说布莱恩运气好呢，还是胆子大呢？难怪有句话说，赚钱全靠胆量。布莱恩就是个经典例子，不过这也只是个例，他总是在危险边缘试探，如果没有好运加持，早晚是要栽跟斗的。在2016年，布莱恩在一档真人秀节目上透露，自己终于想把这对乳房给取出来了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51岁了，不想再看到胸部下垂。但是布莱恩也很担心，再动一次手术会不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什么影响。为此他咨询了医生，经过医生检查之后，给了他2个方案，一个是继续留着这对乳房，因为这并没有威胁到他的健康；二是做摘除手术，但是布莱恩要面对皮肤松弛的问题。
为了更加自然，他可能要进行另外一项手术，但是手术后会留下难看的疤痕。拿着自己的身体做赌局，真的太不应该了。好在目前还没有什么异常，所以医生建议布莱恩回家好好考虑一下。这个医生的建议确实很中肯，不过布莱恩最后表示自己赞同医生的观点，不过他无法保证不会再用自己的身体做赌局，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价格合不合适。那其实除了布莱恩，历史上还有一个赌局也很奇葩，是扑克巨星安东尼奥和朋友比尔·伯金斯进行了100万美元的赌注，代价就是保持1年的无性生活。当时他们一起在瑞典喝酒，不知道怎么的就聊到了这个话题。安东尼奥说自己是个很看重钱的人，所以即使赌注50万自己也能够做到，这样输掉的话也能少肉痛一些，所以他们最后决定就以50万美元打赌。安东尼奥在1年内避免任何形式的性释放。此时的安东尼奥还是很自信的，因为他想到自己有一位信佛教的朋友，他很有灵性，别说1年了，2年、3年都可以做到。然而安东尼奥还是太高估自己了。实际上这个赌局仅仅维持了9个星期，他就花50万美元取消了赌局。虽然很肉痛，但是他还是认输了，你们都懂的。那么这里要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们，如果有人跟你打这样的赌，你们能够坚持到最后吗？在采访当中，布莱恩曾经说过，觉得做隆胸手术并不奇怪，因为对于他来说，这是钱的事情，世界上面任何关于钱的事情都是正常的。布莱恩也没有觉得很羞耻，因为这就是他赚钱的一种方式。曾经还有一个朋友跟布莱恩下赌注，如果他能够植入一个更大的假体，就再给他5万美元。但是布莱恩并没有答应，因为他越来越依恋当下的这对假体了。事实上，这个奇葩的赌局创造了布莱恩的职业生涯。他经常会出现在纪录片和真人秀节目当中，被作家写进书里，被摄影师拍摄。据说还有一部好莱坞电影有意邀请他出演一个毛茸茸的家伙，有没有后续就不得而知了。所以对于布莱恩来说，隆胸这件事情总体上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决定。那其实说到这里就是赌博2个字了，只不过布莱恩赌的是身体。他之所以经常做这些奇奇怪怪的赌局，因为这比起正儿八经的赌钱胜率要高得多，只要自己能够做到，他就能够赚钱。但是看着他赚了很多钱，很大程度上来说，布莱恩都会把这些钱拿来支付之前的赌债。从小到大，想必大家都多多少少听说过一些赌博的破事，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血泪史。现在的新闻更是五花八门，什么网络赌博、跨境赌博，足不出户就可能陷入赌博的陷阱。各大平台暗中操作，先让你尝到甜头，当你的贪心与不甘心被无限的放大，接下来的命运就是越赌越输。所以赌场上并没有常胜将军，但凡提到赌这个字，就已经不是什么正道了。靠和别人打赌这种歪门邪道挣的钱也不能长久，归根到底还是老老实实靠自己的劳动来换取报酬。而且一旦沾了赌，就会很难控制自己的心态，每天只想着好逸恶劳、投机取巧，这样换来的美好生活终究会成为泡影。那相信关注我的小伙伴三观都比较正，但是我还是要多说一句，凡是沾赌的一律不碰就是了，不要因为碍于面子，有朋友请你玩之类的就不懂得拒绝，一夜变成赌狗的例子遍地都是，他们已经陷进去了，还是不要靠近的为好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你们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我是正正，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